最近一段时间，游戏卖得越来越贵了，这个话题在坊间又成为了玩家们讨论的焦点。为什么我要说又呢？因为这些年来，游戏普遍在涨价是一个大家已经达成的共识。这个话题成为趋势，不是第一二回了。玩单机游戏玩得多的朋友，对于 3A 大作的定价标准应该是非常敏感的。比如说，以前雷打不动的60美刀定价基准，绝大部分厂商都是会遵守的。但这些年，在厂商的不断试探下，这个标准早已被突破。而这一波的新节奏发起者是任天堂。NS2 首发护航大作《马里奥赛车世界》的数字版售价达到79.99美元，一些带有 NS2 升级版本的旧作也都陆续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好家伙，这一边微软可就高兴了，自己老早就想涨价了，一直找不到好借口。见到老伙计做出了表率，微软这边直接立马闪现跟团，宣布从25年圣诞起，Xbox 上的游戏也都要调整至80美元区间，甚至已经发售5年的2款游戏机也要迎来大规模的涨价。定价一向都很贵的索尼也是难得能与这2位竞争对手达到共识。前索尼互娱总裁吉田修平在接受采访时就高调宣称 3A 游戏就该卖得贵，玩家不应对此感到抱怨。面对此等场景，我只想说御三家怎么这么坏啊。在御三家的联合声明下，游戏界正式开启了80美元时代。不少 3A 厂商也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加入到了涨价的队列中。然而并不是所有厂商都具备涨价的资本，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舆论风波。而这些后来者中，最先陷进去的便是即将推出的无主之地4。根据 Gearbox 的 CEO 兰迪透露，无主之地4的开发成本是前作的2倍之多，预计已经来到了3亿美元。这不禁让玩家担心最终的售价是否会如大环境所愿，真的来到80美元。对此，一位粉丝向兰迪表示，80美元的最终售价不可取，因为这样会劝退不少人。而兰迪则回复道，虽然他能起到一些干涉，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发行商 Take-Two 手中。随后他还补充道，如果你是真爱粉，肯定会想办法凑钱来买游戏的。换言之，他认为即便游戏真的卖到了80美元，照样会有人买单。这番言论瞬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且高傲自大的说辞，质疑声和谩骂声随即便接踵而至。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段时间 Take-Two 更新了新的终端用户协议，该协议会允许系统获取玩家根目录的访问权限，存在数据泄露的潜在风险。说是希望所谓的真爱粉为游戏买单，但实际执行下来却又不把玩家当人看。在双重 debuff 的加持下，无主之地全系列的近期风评全都降为了多半差评。一开始兰迪还试图想用发福利的方式来挽回一些口碑但依旧无法平息玩家的怒火。迫于压力，他终于在5月29日的时候对之前的价格争议回应做出了长篇回应。在很多玩家眼里，这份长篇大论不像是道歉，更像是避重就轻，拒绝承担责任。在原话中，他们提到我们要适应市场涨价这一点，只有涨价了，我们才能从游戏中获得更多的资金，这笔资金能让我们产出更多的创意。然而这种理论在过往的事实面前似乎又根本站不住脚。我们都知道无主之地的系列发行商是 2K， 在推动游戏涨价这块 2K 可谓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功臣。旗下的另一款作品 NBA 2K21 在当年发布次世代版本的时候，率先采用了70美元的定价，成功将游戏界拉入到了70时代。这个系列之后的每一代次世代版本在价格上面都沿袭了这一传统。那么涨价后的 NBA 2K 真的给玩家们带来了70美元游戏该有的游戏体验了吗？至少从形式上看是没有的。额外的 DLC 和机票该出还得出，内购系统该有还得有。不只是 NBA 2K 系列，其实大伙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年卖到70美元价位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游戏？我举几个经典例子 SE 的开放世界动作魔幻角色扮演游戏魔咒之地，看看大伙都是怎么评价它的。优化差，频繁掉帧，枯燥的战斗和无聊的开放世界设计，关键主角的人设也不讨喜，非得选一个迎合政治正确的女黑人，最终喜提 IGN 6分的成绩。Arkane 的70美元重磅大作红霞岛首发当日 bug 频发， AI 敌人的行为极其诡异，任务设计更是被玩家和媒体吐槽极其无聊。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微软第一方大作，因为各种原因被微软宣告关停。IGN 4分的成绩成了微软挥之不去的黑历史。我并不是想说70美元没什么好游戏，我想表达的是，既然厂商选择了这个价位，那就有义务为玩家提供与之对应的体验，而不是一上来就端出来一个优化差的半成品，然后用 DLC 的方式来弥补本就属于本体那块的残缺。实际上，你只要在国内外的游戏社区随便逛逛，就能看到各种和游戏售价有关的投票。从各种大大小小的投票结果来看，60美元依旧是玩家们心目中最符合预期的 3A 游戏定价了。我虽然不知道这个60美元的定价标准是由谁制定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价位的游戏是经得起数十年市场验证的。哪怕现在70美元的 3A 游戏已经成常态，依旧有不少游戏在遵循着传统的60之道，比如只狼、大表哥2这些有着业界顶尖制作水平的游戏都是60美元的定价。
它们本体就兼具一套完整的流程，无论是玩法还是画面上，都称得上是享受级的。关键厂家自己知道搞优化，和那些虚有其表的3A 游戏一对比，真替这些$60定价的游戏感到不值。哪怕是黑神话这种明显物超所值的游戏，在国际市场上也依旧保持着$60的定价呢。这就让我想起了当初国内外玩家对黑猴定价的讨论。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这游戏真的卖到368或者398，那么抱歉了，即使你是国产第一个3A 游戏，我也不得不等打折后再购入了。好在最后的268属实不错，当场就给拿下了。而关于这个涨价的话题，玩家们目前最能容忍的游戏，估计也只有《道德与法治6》了。毕竟放眼整个游戏界，能称得上是老牌匠心精神的，也就只有R星一家。前不久放出的实际宣传片，也向世界证明了其含金量。虽然我感性上是支持那些游戏卖到$80的，但是真要让我用原价买，我还是得考虑考虑。也不怕大伙儿笑话，我目前买的最贵的游戏就是 PC 版的《最终幻想7重置版》了。当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一睹地法的芳容。可真当我冷静下来玩上游戏后，我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吧。游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上瘾和好玩，也算是我游戏生涯中唯一一次例外吧。说白了，游戏卖得贵也好，涨价也好，玩家并不是不能接受，而是要看游戏能不能提供多出来的那份$10价值。比如《博德之门3》，最开始它的售价是$60，采取的还是让人喜忧参半的抢先体验模式。即便这样，游戏也能提供长达25个小时的游玩内容。而且在经过不断的完善之后，游戏终于是推出了正式版，并在23年 TGA 上狂揽6项大奖，斩获 TGA 年度最佳游戏。官方也信守承诺推出了 Xbox 版本，这才有底气将售价涨到了$70。所以说回售价$80的马里奥赛车世界，任天堂的每一位高层在对其评估时全都给予了高度赞赏。他们始终宣称这个定价是物超所值的，虽然这肯定有宣发的目的在里面但保不准就是有死忠粉会愿意为他们的承诺买单，毕竟这可是任天堂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适合99%玩家喜好的消费模式，虽然我没钱，但我有的是耐心，毕竟等等党永远是最后的胜利者嘛。